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说起糯米，大家常会想到粽子，而在我们这一辈的记忆里，它还常被做成软糯的糍粑和各式甜品。不过如今去市场买糯米，常会见到长糯米和圆糯米两种。商家本是想给顾客更多选择，却让不少人犯了难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往往分不清两者的区别，连包粽子该选哪种都搞不清。其实这两种糯米差别不小，很多人包的粽子口感欠佳，问题就出在选错了米。别看它们都叫糯米，特性却大不相同，用对了才能做出美味的美食，选错了不仅影响口感，风味也会大打折扣。所以弄明白两者的区别很重要，下次购买时可别再选错了，选对米才能做出让人满意的美食。首先我们先来说说长糯米吧。长糯米因口感软糯，粘性较强且含糖量高，在饮食中用途广泛，它最适合制作需要保持形状且口感绵密的食物，比如粽子。用其包制的粽子煮熟后不易散碎，糯米颗粒黏连紧实，入口香软带甜，能很好地吸收馅料的风味。在糕点制作中，长糯米也是常用食材，像米糕、发糕等，经浸泡、研磨成浆后制成的糕点，质地细腻柔韧，自带清甜。此外，它还适合煮制咸米饭或糯米饭，搭配腊肉、香肠等食材时，米粒能吸附油脂香气，软糯中带着咸香，口感丰富。从营养角度看，长糯米含丰富糖类、氨基酸及维生素 B 族，能快速补充能量，适合作为主食或甜品原料。不过因其粘性大，消化速度较慢，食用时需注意适量，尤其肠胃功能较弱者不宜多吃。那说说圆糯米吧。圆糯米粘性更强，口感更软滑，适合制作需突出细腻绵密口感的食物，像传统甜品汤圆，用圆糯米磨成的粉制成皮，煮熟后柔软有弹性，能很好的包裹馅料，咬开时滑嫩不糊口。在中式糕点里，圆糯米也不可或缺，比如驴打滚、艾糍等，经蒸熟捣烂后制成的糕点，质地黏软细腻，搭配黄豆粉、芝麻等调料，甜香中带着软糯，风味独特。此外，它还适合熬制甜粥，与莲子、百合等搭配，煮出的粥品粘稠顺滑，糯米的清甜融入其中，口感温润。营养上，圆糯米富含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 B 族及矿物质，能快速补充体力，适合作为甜品或小吃的原料。但因其粘性极高，消化难度较大，建议一次食用不宜过多。老人和儿童更要注意控制食量。区分长糯米和圆糯米，可以从外形、口感、产地等多方面入手。从外形看，长糯米颗粒瘦长，呈长椭圆形，长度约为宽度的3倍，色泽偏乳白，表面较光滑。圆糯米则颗粒短圆饱满，近似圆形，色泽更白润，光泽感稍强。口感上，长糯米煮熟后粘性中等，地偏柔韧，咀嚼时有轻微的颗粒感，甜度较高。圆糯米则粘性更强，口感更为软滑绵密，入口即化的感觉更明显，甜度略低于长糯米。产地方面，长糯米主要产自南方水乡，如江苏、浙江等地。圆糯米在北方和南方均有种植，北方产量相对较多，购买时可根据外形快速区分，再结合所需制作的食物选择即可。要买到优质糯米，掌握区分方法很关键。无论是长糯米还是圆糯米，优质的都有共通特征。首先看颗粒，应选择饱满完整、大小均匀的，色泽呈自然乳白色，这样的糯米新鲜度高，口感更有保障。若发现糯米颜色发暗、发黑且碎粒较多，大概率是存放已久的陈米，可能已囤积2-3年，不仅口感干硬粗糙，风味也会大打折扣，不建议购买。另外，优质糯米的颗粒
是乳白色且不透明的。如果看到糯米中混有半透明的米粒，很可能是掺杂了普通大米，两者口感差异明显。掺了大米的糯米粘性下降，用来包粽子等食物会严重影响口感，所以挑选时要仔细观察，避开这些劣质糯米。第二，摸触感。挑选糯米时，还能通过手感判断品质，用手轻轻捏握糯米，再松开手掌。若手上残留不少碎米粒，这类糯米往往存放时间较长，新鲜度欠佳，不建议购买。这类糯米因存放过久，质地变得脆弱易碎裂，用来制作食物时，不仅容易散碎不成形，比如包粽子可能出现散花情况，口感也会变得稀软粗糙，失去糯米应有的软糯韧劲，大大影响食用体验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，最好换一批挑选。第三，闻气味。挑选糯米时，闻气味也是重要一环。新鲜的糯米会散发淡淡的自然米香，清新纯粹，这是其新鲜度的直观体现。若闻到糯米带有酸味、馊味等异常气味，说明可能已经受潮发霉，甚至发生了变质。这样的糯米不仅失去了原有的风味，还可能含有对健康不利的物质，无论用来制作何种食物，口感和安全性都无法保证，因此不建议购买。通过嗅觉仔细分辨，能帮我们避开这类劣质糯米。很多家庭会多买些糯米备用。如何保存才能久存新鲜，不变质生虫呢？关键在于防潮防虫。保存糯米时，可将其装入密封容器，放置在阴凉干燥处，也能放入冰箱冷藏。此外，在容器里放几瓣大蒜或一些花椒，利用它们的天然气味，可有效驱虫。这样既能防止糯米受潮发霉，又能避免生虫，从而长时间保持糯米的新鲜与良好品质，确保后续食用时仍有佳味，这样就能有效防止糯米生虫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存放糯米切忌放在温度过高的地方，否则容易导致糯米发黄变质。以上这些保存糯米的方法能帮助延长其新鲜度，大家可以记一下，下次保存时不妨试试，避免因存放不当影响糯米的品质和口感。好啦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呀，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，愿快乐常伴。我们带着更多干货，下期不见不散。